陈巧书死了，这铺子今天必须卖给我。锦绣，别死撑了，师傅拿地皮给高老板做抵押，现在期限到了，你拿什么还？我们知道你孝顺，可这债不是小数目，你一个女孩子刚回来，我们怕你扛不住，最后人财两空啊！我还没死呢，这铺子还轮不到外人来做主。外人？我跟着奶奶学了10几年手艺，我才是她最看好的徒弟。这铺子本来就该是我的。你当年一心只想把苏绣当成商品赚快钱，心术不正，你早就不是陈家的徒弟。苏锦绣，你敢撕师傅的招牌！奶奶的招牌，我宁肯毁了，也绝不留给忘本欺师的人。铺子我守着，债务我自己还，拿着你们的钱给我出去！好得很，3个月期限一到还不上钱，我就按合同走正规法律程序收回地块。大壮哥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对，我回来了，以后咱们俩一起守着这儿。12道线，抽心定型，老太婆的手艺我也能练出来。搞这些没用的干什么？能当饭吃还是能换钱？哼，这是新到的一批货，化纤混纺的，成本只要几块钱，上衣卖39，裤子69，给我大幅降价倾销。这么便宜，那布料穿在身上扎人啊！扎人怎么了？普通人哪懂什么好坏？只要便宜，他们抢都来不及。我看那丫头的破裁缝铺能撑过这个月不？全场清仓，上衣39，裤子69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真便宜啊！买布自己做都不止这价。就是这布料摸着滑溜溜的，还挺鲜艳。苏锦绣，这都21天没开张了，3个月的房租你到底交不交？王婶儿，您别急，我手里还有点布料，只要接一个单子，我马上把房租给您补齐。这点钱够干什么的？你看人家美兰，随便拿几块钱的破布裁几针就能卖钱，你守着这死规矩有什么用？不是婶子逼你，我儿子马上要交大学学费，我也是实在没办法。再给你3天，要是再见不到房租，你还是另找地方吧。锦绣姐，你的快递。你网购的苏州桑蚕丝线可算到了，辛苦了小雨。你就吃这个，对面那个赵美兰卖劣质布料都赚翻了，你手艺这么好，凭什么饿肚子？没人识货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行，酒香也怕巷子深，我账号有12万粉丝，全是冲着传统手艺来的，只要把你的手艺露出来，肯定有人买。直播我不懂那些，我也不会说话，不需要你说话，你就做衣服，把最拿手的绝活亮出来，死马当桩活马医，对面搞低价，咱们就搞降维打击。好，我做。锦绣姐。流血了，没事儿，继续，线不能断，断了就毁了整个盘扣的完整性。锦绣姐，有个上海的客户找你，他说找这种纯手工一字盘扣找了3年，他要定制一件重工苏绣旗袍，定金2万，当场转账。装什么清高？这都是剧本，骗人的。陈小手的手艺早就失传了，他就是装可怜博同情。我看到网上的视频了，明天把店里所有衣服的价格降到19.9块9。赵美兰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看看你卖的黑心衣服，把我儿子害的！大清早的，全堵在我门口干什么？一个个哭哭啼啼的，晦气不晦气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家孩子昨天穿了你家这件衣服，一晚上就起了一身疙瘩。我们刚从卫生院回来，医生说了，就是衣服过敏导致的。这是医院的发票，你必须赔我们医药费。少把这盆脏水往我身上泼！我家衣服全是纯棉的，质量好得很。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苏大设计师来了，自己店都快倒闭了，还有空看热闹？呵呵。你这是工业废料染的布，这衣服上的化学残留会严重刺激孩子皮肤，引发过敏红肿。你少血口喷人，你就是嫉妒我生意好，故意来捣乱的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好布烧成灰，毒布烧成胶。他卖给你们的根本不是合格的衣服，对身体有害。化纤本来就起黑烟，这能证明什么？锦绣姐，报告出来了，省城连夜加急做出来的质检。赵美兰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布料甲醛超标整整18倍。你竟然拿不合格的劣质布给孩子做衣服，这料子害人不浅，太黑心了！不管我料不是我进的，家人们，这份省城的加急质检报告，这批布料甲醛超标整整18倍，为了赚钱，不顾孩子的身体健康。建军，你快救救我！苏锦绣拿了一份假报告，在这里妖言惑众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苏老板，一场误会，孩子治病要紧，这几件衣服的钱我10倍退还。10倍？高老板，这点钱够干什么的？这是伤害孩子的身体健康。大家都认识他吧？全县最大的布料批发商高建军。这批甲醛超标18倍的不合格劣质布料，就是从他的仓库出来的。把手机给我关了！关手机？可以。每个受伤的孩子赔偿2000块医药费，现在立刻当场转账。2000？你疯了？几个孩子也值这个价？现在行业监管全网透明，真有违规一旦查实，你的生意和口碑都别想保住。算你狠！二维码拿过来，我转。你这个家伙！我让你进好布料，
你为了吃回扣，非要买这种便宜垃圾。大家看清楚，是他主动要求我提供最便宜的尾货，是他为了吃差价，不顾老百姓死活。建军，你不能这样，明明是你让我进的货，是你让我砸价的。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，全是你自己贪便宜吃回扣，非要进这种垃圾货。从现在起，你的代理权正式作废。来人，把店里剩下的货全部拉走处理。苏锦绣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咱们走着瞧。锦绣，你发发慈悲，带着我们干吧。春花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赵美兰的店查封了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这么活路了呀。锦绣妹子，只要能有活干，工资可以少点儿。但是我裁缝铺太小，接不了那么多人。但我有个规矩，只要手艺过关，我苏锦绣绝不让大家饿肚子。做衣服不是糊弄事儿，每人一件对襟短衫，限时半小时。开始。里面是谁做的？我做的，全打结了。为了快，连最起码的平整都不要了。不好意思，你被淘汰了。奶奶的规矩，手艺不精不能碰主料。这是你做的？我以前在家常做。针脚平整，锁边完美，你留下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我不让你们白干，工资按件计酬，赚了钱大家一起分，我苏锦绣一个人扛。锦绣，你就是活菩萨呀！可这么多人了，我这巴掌的铺子根本装不下，场地的事必须立刻解决。锦绣丫头，愁啥呢？人多了，铺子坐不下，正找地方呢。村东头的小学早空了，几间大教室够你们折腾的，不收租金。老支书，太谢谢您了。12个人，3台机器怎么分？锦绣，前几天我家娃穿的衣服皮肤过敏，要不是你帮我们都不知道找谁去。我家这台缝纫机闲着也是闲着，拿来给你用。我家的也拿来了，就是皮带有点松。谢谢大家，以后大家有什么缝缝补补的活，尽管拿来，我分文不取。家人们，这些姐姐们最近都遇到了难处，之前的工作没了，工钱也没结到，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要养，但他们没哭没闹，聚在一起就想靠自己的手艺重新开始。所以今天咱们不卖惨，卖手艺，买一个香囊就是给他们一份底气，帮他们凑够第一笔买布料的钱。锦绣姐，够了，凑够8000块了，咱们不仅有启动资金了，还把房主的钱凑够了。谢谢大家的信任，我绝不辜负每一份善意。太好了，咱们明天就能正式挂牌开工了。吉时已到，锦绣揭牌吧。你是苏锦绣？我是。你找谁？我是高建军先生的代理律师，这是律师函，请签收。高建军又想搞什么鬼？陈小手这个商标已经被高总全类注册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得使用这个名字进行任何经营活动，要么立刻关门停止侵权，要么交10万块钱的加盟费。10万？我们去哪儿弄10万块钱？陈小手明明是你奶奶的名字，凭什么归他高建军？法律只认商标局的注册证书。苏小姐，高总让我带句话，在这个县城，跟他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人家是大老板，咱们拿什么跟他斗啊？苏小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要么交钱，要么立刻关门。敢做一件衣服，我们就依法提起诉讼。回去告诉高仲成，10万块他1分也别想拿到，这门我也绝不会关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法庭上见。你干啥去？还能干啥？回家呗。人家要是真较真儿，咱们得赔好多钱啊！怕什么？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。锦绣妹子还没发话呢。桂英，那是10万块啊，咱们连买布的钱都是凑的。大家都停下！高建军就是想看咱们内讧，他是个贼，偷了东西还敢嚣张。可是人家有证书啊，真的假不了。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会拿到证据，把招牌夺回来。大壮哥，那边有吗？怎么会没有呢？奶奶明明说过，当年是有凭证的。锦绣丫头，找啥呢？陈奶奶，高建军抢了招牌，我得找奶奶当年的老执照。东西不在箱子里，你奶奶生前最宝贝那个，去那下面砖缝里摸摸看。找到了，这就叫在先使用，老祖宗的规矩大过他的破纸。明天我陪你去讨个公道。谢谢陈奶奶。高建军，我会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我们成功取得陈巧手商标使用权，今后全县传统服饰相关业务将由我方统一运营。高建军，你先停一下。这位同志，现在是正式发布会现场，请不要影响活动进行。我是陈巧手的亲孙女，关于这个商标，我有话要说。孙女又怎样？商标在我手里，我才是合法的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1985年陈手裁缝铺营业执照，这是奶奶历年的货证书，30年的在先使用证据。你一个卖先破布的，也配叫陈巧手？
这执照是真的，你这是恶意抢注，简直败坏我们纺织行业的风气。这只能证明他以前用过，现在商标局还没判呢。商会有商会的规矩，商会将取消你的理事资格，行业内部通报，罚款与处罚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执行。这10万块你还想要吗？算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我们要成立的不是陈巧手合作社，我们叫锦绣缝制合作社。我们靠的是真手艺吃饭，绝不靠招牌糊弄人。锦绣，你真把事儿办成了，以后咱们就叫锦绣人。好气象啊，苏老板，我是镇私立小学的王校长。之前县纺织商会的李刚长跟我聊起你，说你做事踏实，人品更是没话说。正好我们今年新生过章，有500套校服要做，就是时间有点赶，10天内要交货，你看能接吗？能接，保证保质保量，绝不让孩子们穿劣质布料。高总，商会把咱们除名了，那500套校服的单子也被苏锦绣拿走了。让他先高兴几天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做不成这个单子。这布料看着不够啊，要是全按大码裁，肯定缺2套的料。小孩长得快，穿中码也勉强能塞进去，省点布料能给锦绣妹子省不少钱。大壮哥，瘦减一遍尺寸，下午学校就要来拿货，绝不能出错。小了1号，肩宽少2寸，衣多短3寸，这是谁裁的？锦绣，是我。为什么改尺寸？图纸上标的清清楚楚是大码，我看布料不够了，我怕再去买布耽误时间，更怕让你亏钱。小孩子身子软，挤一挤能穿进去的。桂英糊涂啊你！锦绣，桂英也是好心办坏事，为了省钱啊。为了省钱就可以砸招牌吗？不符合要求的衣服绝对不能交给客户。天哪，全减了！我错了，锦绣，你扣我工资吧，你开除我也行，别拿衣服撒气啊！我不会开除你，错在你，但责任在我，是我没有提前盘点好库存，这是我的失职，我也不用你赔，从我账上出。这10套衣服我们连夜返工。锦绣，我对不起你。记住，我们靠手艺吃饭，手艺人的底线就是绝不糊弄。剪得好，巧手的孙女有魄力。老婆子，我今天也来搭把手。陈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太熬人了，还是我们来吧。少废话，给我穿针，大家伙打起精神，把锦绣的规矩立起来。最后一件完工。校长，我要向您坦白一件事，那里面有10套衣服是我们连夜赶出来的。连夜赶的，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我们工人为了省料，把尺寸裁小了。昨晚交货前我发现了，把次品全剪了，买新布重做的急。这10套赶的有瑕疵，我全额退款。苏老板，你这人有意思，换了别人这种事儿捂都来不及，你倒好，全交代了。做衣服就像做人，藏不住的。哈哈哈哈，好一个藏不住，你这人品我信得过。这是明年1000套秋季校房的单子，我今天就给你签了。谢谢校长，我绝不让您失望。高总，那丫头把校服交了，校长不但没罚她，还跟她签了明年1000套的大单。几台破缝纫机还真让他翻了天了，1000套校服，想赚钱做梦。高总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这全县的布料是谁说了算？当然是您高总啊，咱们在县里占了大部分市场份额。哼，马上给所有供应商打电话，从今天起，谁敢卖给苏锦绣1尺布，就是跟我高建军过不去。我要让他手里一根线都没有。李老板，真的不能通融一下吗？哪怕只有1匹布也行，价格好商量。苏老板，真不是我不帮忙，有人发了话，谁卖给你布，就是跟他作对。我们一家老小还要吃饭，对不住了。这是全县最后一家了，所有供应商的渠道都被卡死了。高建军太过分了，他这是要咱们的活路啊！我去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他。桂英姐，别冲动，走官方渠道只是时间问题，咱们不能干等着，得主动想办法守住铺子。还有什么办法啊？交货期马上就到了，做不出校尺怎么办？大家别慌，锦绣肯定有办法的。咱们跟他干了这么久，什么时候失望过？对，咱们不能散。天塌下来，大家一起顶着。这5万块违约金，我一个人承担。只要我苏锦绣在一天，绝不扣大家一本工锤。大壮，你抱个破被子干啥？再生棉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旧衣物虽然不能做校服，但可以做成香囊和劳保手套。做香囊能顶什么用？咱们缺的是校服布料啊！小雨，立刻联系县供销社，他们有一批积压的纯棉坯布，那批布价格比市场价低30%。我们用再生棉做香囊卖钱，再用卖香囊的钱买坯布做校服。锦绣姐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各位乡亲朋友，
大家好，我是锦绣合作社的苏锦绣。今天我想用这个纯手工香囊和大家换点东西。我们最近遇到了断供危机，但我们12位姐妹绝不会认输。如果家里有闲置的旧衣服、旧床单，请换给我们10斤旧衣服，换一个苏绣香囊，让我们一起把闲置物再利用起来。来，锦绣丫头，这都是我们全家不用的旧衣服，放着也是占地方，拿去随便用。咱们村的人绝不掉链子，能帮上忙我们就很高兴了。香囊就不用了。谢谢大家，大壮哥上秤收料，规矩不能破，囊必须发。大家加把劲儿，注意走线。香囊全部卖光了，资金回笼了，马上把供销社的批复拉回来。做完了，1000件校服，一件不少。锦绣姐，咱们赶上了，没违约。先别急着高兴，我刚接到通知，你们合作社消防验收不合格，蒸筑期3天整改。你胡说，我们上周刚通过消防验收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把门给我看好了，不准上货。高建军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你想干什么？喂，王记者吗？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，关于商会里有人利用职权恶意打压同行的事儿，我要实名提供线索。苏老板，你说的这个情况很严重，我马上带摄像团队过去，绝不容许恶意打压正规从业者。谢谢王记者，我们配合核查。苏锦绣，你倒是很会造势，记者来调查也需要时间。这份整改通知可是白纸黑字儿，真的假不了。心虚的人才怕核对。你们留在现场，依规监督整改，严禁任何货物私自外运。明天一早就是你的交货截止时间，大门依规管控。我看你这1000件校厨怎么按时交付？锦绣姐，王记者明天上午才能到，可校长要求明天早上8点必须交货，要是今晚运不出去，咱们可是要赔5万块啊！是啊，锦绣，大门被他们看得死死的，大车根本进不来也出不去，正门走不通，我们就找别的出路，只要能按时交货，我们就有翻盘的机会。你来干什么？苏锦绣，救命！高建军他在东郊废弃砖厂有个仓库，里面藏着20万不合格劣质布料，20万不合格布料，伪造了租赁合同，要把那个仓库的承田人改成我的名字，想让我当替罪羊，替他承担所有责任。高建军的人只封了前门主干道，晚上12点后走村后的泥土小路，那条路货车进不来，但3轮车能直接通到邻县国道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明天一早他就要转移那批货，你带记者和商会的人去现场核查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只有这样才能查清真相，还我清白。大家伙加把劲儿！天亮前必须赶到邻县国道交接点。这点泥路算什么？只要能发货，再累都值。谢谢大家愿意陪我共度难关，这份守望互助的情谊，我永远记在心里。说啥外道话？咱们邻里乡亲本该互帮互助，把货送出去，守住咱们的合作社。现场全程记录，核查仓库囤货情况。家人们看清楚了，这就是高建军藏匿20万不合格劣质布料的仓库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的私人仓库，你们没权利擅自核查。行业合规核查，有理有据，全程留证，何来无权一说？你恶意囤积问题布料，打压同行，败坏全县纺织行业风气，这不是我的货，这仓库是赵美莲租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这份受手筹存底稿、指纹与签署痕迹，是你伪造合同转嫁责任，企图让他人替你承担违规后果。你干什么？让开！是你把线索透露给苏建军的？是你先算计我，逼我顶罪。你为了自保随意牺牲别人，就该料到今天的下场。我多年基业毁于一旦，全是你害的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错是你自己犯的，怨不得任何人。你给我等着！你敢断我的财路，我就让你一辈子吃不上裁缝这碗伤。校服订单交了，咱们可算能喘口气了。春花姐，今天这批新单子，咱们比比谁做得快。比就比，我这手艺可是越来越熟练了。你们快看，那不是赵美兰吗？春花姐，桂英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这里现在忙着赶工，不方便招待你。美兰，不是我们不近人情，你之前帮着高建军做的那些事儿，大家心里都还有疙瘩。是啊，我们真的怕再出什么岔子。大家先停一下，怎么了？锦绣，赵美兰来了，大家都有点担心，怕她又惹麻烦。
锦绣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全镇没有一家店愿意用我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，我什么活都能干。不是我们不给你机会，之前被高建军坑得那么惨，大家实在是怕了。我可以让你留下来，但我有2个条件。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第一，你之前帮高建军给我们造成了名誉和时间善结损失，这笔账不能算完，从你前3个月的绩效奖金里全额扣除。我认罚，扣多少我都愿意。第二，先做3个月试用期，工资只按学徒的最低标准后准证，表现不好，你自己收拾铺盖走人。谢谢你锦绣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进来。这是奶奶的裁剪笔记，这本笔记是我当年偷偷拿走的。锦绣，我对不起师傅。你当年为什么要拿走它？当年我太急功近利了，我想把苏绣做成批量商品赚快钱。师傅骂我心术不正，把我逐出师门。我不服气，拿着笔记自己单干，结果手艺不到家，亏得一塌糊涂。后来呢？怎么会跟高建国搅在一起？后来我跟高炼军合作，我以为有了他的资金就能翻身，没想到他骨子里根本看不起手艺人，他只想着用劣质材料坑百姓的钱。我跟他闹翻后，还有一笔不小的签字费。既然物归原主了，过去的事就彻底翻篇了，以后把心思放在正道上，用这双手把丢掉的尊严挣回来。谢谢你锦绣，我这辈子绝不再犯浑了。样子仿的有8分像了，标签也贴好了，这批货马上发往周边的农贸市场和夜市，越快越好。高总放心，货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这衣服成本不到10块钱，咱们这波能赚翻。不过这布料确实太差，一扯就破，还容易掉色。万一有人穿了不舒服找过来怎么办？找过来又怎么样？这上面印的可是锦绣合作社的名字，出了问题也是他们事儿，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咱们只管闷声赚大钱。苏老板，你必须给我们个说法，我穿了半天背上就全是烘搭的。这手感粗糙发硬，大哥，这衣服您根本不是在我们这儿买的吧？我是在县城夜市买的，摊贩说这是你们流出来的尾货，标签上还印着你们的名字呢。这绝对是高建军那个违规工厂出来的货，只有他为了省工省料，才会用这种容易开裂的跳线缝法。他眼红咱们衣服卖得好，再生产不合格产品赚快钱，这个太过分了！自己生产不合格产品，黑锅却让咱们来背，想用这种手段捞钱砸咱们的牌子。小雨，马上拿设备去展厅，把这几件仿冒品带上。咱们现在就开全网直播拆解。锦绣姐，大家情绪都很激动。各位网友，我是合作社负责人苏锦绣。我知道大家看到了网上的视频，今天我不卖货，只帮大家辨别真假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是有人冒充我们品牌，在夜市和地摊都送的仿冒品，里面的填充物松散杂乱，根本不透气。这是我们的真货，采用天然棉麻材质，填充均匀厚实。这是劣质的机器印花，用力一搓就会脱落。我们的苏绣是女工一针一线纯手工绣上去的，每一朵桃花整整300针，绝不糊弄。我苏锦绣敢保证，我们的每一件衣服都对得起良心，去非正规渠道购买。我们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了造假行为。锦绣，真相澄清了，网上的骂声停了。可是市里那3个大客户为了规避风险，还是坚决退还了定金。咱们为了备货，把钱全压在纯棉布料上了，退完定金，现在账户上全空了。今天是该发工资的日子吧？是，但是账上连买线竹的钱都没了。春花姐，拿这个去信用社取钱，大家家里都有老人孩子要养护，都不容易。合作社现在没钱了。这是我最后的积蓄，先给大家把工资和遣散费结了。发什么遣散费？我不领！锦绣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？只能同甘不能共苦吗？就是啊，锦绣，咱们合作社刚成立的时候，连机器都没有，是大家一起凑的。现在遇到点拿钱走人，那咱们还算什么锦绣人？对，只要人在机器在，咱们就能挺过去。我们要留下来，一起把这批积压的货卖出去。不走！谢谢大家，今天大家先下班回家休息，接下来的事我来想办法。奶奶，大家越是信我，我越怕害了他们。20万的货积压在仓库里，连明天的电费都交不起了。锦绣，你又熬夜了。春花姐，合作社现在没进项，连买线绸的钱都要精打细算了。没钱咱们就省着用，大伙儿的心都在一块儿，只要机器还在，咱们就不怕。对，大家都不走，就算这几个拿基本生活费，咱们也绝对不离开合作社。凭咱们的真手艺，肯定能熬过去。谢谢大家，有你们这句话，咱们一定能守住这块招牌。锦绣姐，快出去看看，来了好多外地客人，是不是来退货的？别慌，出去看看，咱们做生意坦坦棒棒。苏老板，总算找到你们了，我带了几个懂行的朋友，专门来参观你们的手工坊。
网上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，那种劣质仿冒品根本骗不了懂行的人。我们信你的手艺，更相信你坚持做正品的底线。谢谢顾女士的信任，我们再绝对不打折扣了。大家想集体定制一批传统旗袍，总共100件，按你们的规矩付定金。苏老板，麻烦帮我量个尺寸，我要那件16红的款式。妹子，帮我也量一下。锦绣姐、春花姐，订单量已经回升了，咱们的资金用转正常了。太好了，这段时间大家跟着我吃苦受累，真的辛苦了。咱们再加把劲儿，把手里的订单保质保量交出去。姐妹们，各就各位，机器转起来，用最好的手艺，对得起客户的信任。锦绣，资料都整理齐了，你明天一个人去市里，我总不放心。高建军那人滑头的很，万一他提前动了手脚怎么办？没事的，春花姐，我收集了完整的对比鉴定报告，还有几十位顾客的购买记录和反馈，咱们证据确凿，相信监管部门会给一个公正的结果。锦绣，我想跟你一起去。美兰姐，我知道高建军所有的底细，他的加工点在哪儿，他平时怎么转移货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之前我跟着他做错了太多事，害了不少人。我跟你一起去，给监管部门作证，把他做的那些事儿全说出来。好，我们一起去，用堂堂正正的方式，把欠大家的都还回来。锦绣，就是这里。这表面上是个废弃的建材厂，其实是高建军的违规加工点兼仓库。他把不合格布料运到这里，偷偷加工仿冒你们的衣服。门外停着辆大货车，看样子他们正准备大批量往外发货。咱们现在怎么办？直接冲进去肯定不行，他手底下有不少人看着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我们得先拿到确的证据，证明这里就是仿冒品的源头。美兰姐，你知道怎么绕开正门的视线进去吗？跟我来。厂房后面有个废弃的排气口，平时不上锁，咱们可以从那里翻进去。这里环境太差了，布料和做工都不符合规范。你看这个，标签上居然真的印着锦绣合作社的字样，走线稀疏，布料粗糙，这就是导致顾客皮肤不适的劣质仿品。这些全是不合格的化学纤维。高联军为了压低成本，以次充料。这一仓库的货一旦流入市场，咱们的招牌就真的彻底毁了。有视频在手，这就是铁证。美兰姐，我们撤，马上联系市场监管部门。不好，那是监控，我们被发现了，快走！可能来不及了。高联军有个规矩，只要监控触发警报，10分钟内必须清空仓库。他上次被查，就是提前5分钟把货全转移了，最后什么证据都没留下。你听，他们已经开始装车了。他肯定是要把货拉去隔壁县的临时仓库，只要上了国道，就再也追不回来了。别慌，我们就在这里盯着，只要他的货车开出来，我们就拦在前面拖延时间。快点儿，再快一点儿，把最后几箱搬上车，咱们直接去临县。所有人不许动。我们接到投诉，这里有情况，现在要进行检查。同志，误会都是误会啊！我们这是正规的工厂，正在正常发货呢。是不是误会？证据说了算。同志，这里面是我们刚才在仓库内部拍摄的完整视频。他们不仅使用了大量不合格布料，还全部伪造了我们锦绣合作社的品牌标签。这视频是假的，是你们合成的，是你们故意栽赃陷害我。我根本就没见过这些衣服，也从来没生产过什么仿冒品。假的，假的！我们已经控制了现场所有货物，车上全是印着你们标签的劣质衣服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想抵赖？高建军，不要再狡辩了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。你再拒不配合，只会加重你的处罚。现在请你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不去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干，你们不能带走我。大快人心啊，真的是大快人心！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，涉事人员将依法受到严惩，相关资产已被依法控制，用来赔偿受害顾客。这多亏了大家齐心协力，也是法律给了咱们公道。现在仿品危机解除了，咱们得把全部精力放在接下来的生产上，不能辜负老客户的信任。锦绣姐，大好消息！县里要举办第1届乡村振兴创业大赛了。创业大赛，咱们现在订单这么忙，有精力参加吗？锦绣姐，
你仔细看看这奖励，1等奖不仅有现金奖励，县里还会提供创业资金支持。咱们合作社现在虽然缓过劲儿了，但场地小，机器旧，要想真正做大，这笔支持太重要了。小雨说的对呀，锦绣，咱们合作社带着这么多姐妹一起靠手艺吃饭，这就是最好的创业故事。报名吧，锦绣，让全县甚至全省的人都看看咱们锦绣合作社的本事。好，咱们不仅要报名，还要拿出最能代表咱们手艺和心意的作品，去拿这个1等奖。锦绣姐，别熬了，咱们明天交上去就行了。虽然咱们没那些大老板有钱，但流程总得走完。小雨，这东西太假了，什么市场下沉，什么流量矩阵，这根本不是咱们合作社的魂。可是比赛都要求看这个啊，评委们只看重未来的利润空间和商业价值。这件褂子是村东头李大莽捐的，这是张大爷家孙女穿小了的衣服。咱们不交这份商业计划书了，我要用这100户人家送来的旧衣服碎片拼一床百家被，带到赛场上去。我要在每一块布上绣上他们每家的姓氏和祝福。锦绣，你真的打算拿被子去参赛？这得拼多大一床被子啊？锦绣，100块布就要绣100个截然不同的图案和姓氏，距离比赛提交作品满打满算只剩半个月了。就凭咱们这几个人，就算没日没夜的干，也绝对完不成啊！是啊，锦绣姐，这工作量太吓人了，一旦完不成，咱们连参赛的资格都被取消了。锦绣，刺绣的部分交给我来负责。美兰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去县里参赛，手艺上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。你一个人能挑起这个大梁？我的老天爷，这针脚比机器压出来的还要细密。美兰姐，你这手绝活比我还要好上3分。当年在师傅门下，我是手艺最好的那个，可是我太想赚钱了，太急功近利。我嫌刺绣太慢，跑去跟着高建军做那些赚快钱的劣质衣服，是我自己把路走歪了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，我要用这双手把当年走丢的魂儿一针一针的缝回来。好，咱们全力配合美兰姐，一定要把这床百家被拼出来。锦绣丫头，咱们全村的女人都来给你帮忙了，100个图案怕什么？咱们一人分一个，一天就能给你绣出来。锦绣啊，奶奶眼睛花了，细致的花样我绣不好，但我来给你们穿针引线，分个线头绝对没问题。这是咱们全村人的脸面，大伙儿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。大门敞开，请大家进屋，咱们今天就一起把这床百家被绣出来。这块布是我婆婆当年穿破的旧衣裳，她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，全用来操持这个家了。我把她的名字绣在这里，愿她老人家在天之灵，岁岁平安。这是我闺女2岁时穿的衣服剪下来的，以前在那个家里，我们娘儿俩连件新衣服都穿不上。我现在能自己赚钱了，我绣这条裙子，就是要让我闺女知道，以后她可以穿最漂亮的裙子，走稳稳当当的大路。这朵桃花是陈奶奶生前最喜欢绣的，我把它绣在最中间。我要让师傅看看，他的大徒弟终于干干净净、堂堂正正地捏起这根针了。这不仅仅是一床被子，这100块碎布里藏着100个故事，这一针一线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心意。咱们农村女人靠自己的双手也能挺直腰杆。锦绣丫头，小雨，大伙儿都在里面忙着绣花呢。老支书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我听说你们缺块好的防潮被布，上车，我拉你们去县城挑，保证给你们挑最通心的。老支书，布料好解决，可 PPT 愁死我了。剪视频我一把好手，做这种正经 PPT 我是真不行啊。这要是上了台，肯定得被那些大企业笑话。别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……我昨天晚上我把你们合作社这大半年的艰难和成绩全讲给他听了，他熬了1个通宵，帮咱们把比赛要用的 PPT 全做好了，图文并茂，漂亮的很。老支书，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！丫头，你带着村里的人挣了钱，让咱们村挺起了腰杆子。这次大赛不仅是你的事儿，也是咱们全村人的脸面。大伙儿在后方给你把粮草备足，你只管在赛场上给咱们全村争口气。
锦绣姐，你看人家那个都是些高科技，咱们就拿这个进去，会不会被赶出来啊？小雨丫头，别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咱们合作社干的是造福乡亲的实事儿，不比他们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差。哟，这是走错片场了吧？今天是全县重点的创业大赛，不是让你们来摆地摊卖旧铺盖的。我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前期投资就砸了500万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比？刘总，钱多钱少衡量不了一颗心。我们带的不是铺盖，是全村老百姓的盼头。乡村振兴不仅要看报表上的数字，更要看能让多少妇女端起饭碗。简直是不知所谓。咱们走着瞧，看评委是认你的破布，还是认我的高科技。各位评委，我的项目一旦落地，3年内预计产值破1000万。锦绣姐，她这商业蓝图画的也太宏大了。咱们老支书孙子做的 PPT 虽然用心，但跟人家一比，简直太简陋了。是啊，锦绣，这帮评委好像很吃他这一套。小雨，把 U 盘收起来。今天咱们不用任何电子换工片，最真实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花里胡哨的包装去掩饰。下面有请最后一位30号参赛者，锦绣缝纫合作会代表苏锦绣女士上台。苏锦绣女士，你们的项目演示 PPT 呢？为什么大屏幕上没有内容？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想展示的项目成果就在我的手里，它比任何幻灯片都更有说服力。小雨，帮我一起展开。苏女士，你这是在逗我们吗？别人都是高科技产品，你拿一床被子就来，你当这是儿戏吗？我们要看的是商业模式，是盈利空间。一床旧衣服改的被子能创造什么经济价值？你这就是在胡闹！各位评委，这床被子没有任何商业盈利空间，它是非卖品，但在我眼里，它比几百万的投资更有分量，因为它叫百家被。评委老师，这是村东头李大麻边捐的旧床单，这是李春花绣的，用她婆婆的旧衣服。我们村很多留守妇女都这样，这块布就是她们撑起家的重量。这朵桃花出自一个曾经走过歪路，最终幡然醒悟的手艺人之手。各位评委，你们问我商业模式，问我经济价值，我们锦绣合作社没有高科技，我们只有17台老旧的脚踏缝纫机，但就是这17台机器接纳了23个走投无路的失业女工，养活了100多个留守家庭的老人和孩子。真正的乡村创业不应该只是一串冰冷的收益数据，它应该是让被欺压的妇女找回做人的尊严，是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在这片黄土地上生生不息。这床100户人家拼出来的百家被，就是我们合作社最真诚最动人的商业计划书。我的汇报完毕。好丫头，干得太漂亮了！你给我们全县的创业者上了一堂最深刻的一课。你放手去干，县里做你们合作社最坚实的后盾，10万块奖金立刻发放，50万的无息创业贷款，县里亲自给你兜底审批。锦绣姐，10万块，咱们有10万块了，还有50万的贷款，咱们可以建大厂房了。春花姐他们要是知道了，非得乐疯不可。是啊，咱们终于能给大家一个交代了。走吧，咱们赶紧回村，大伙儿都在等着报喜呢。苏老板，请留步。您好，请问您是？我是省城江南运文化创意公司的负责人。我刚才在台下看了您的比赛，那床被子上的手工苏绣简直是艺术品。比赛结束后，我想和您谈谈，我们公司目前正在推广一项全国性的非遗文创扶持计划，想把苏绣香囊卖到全国。不知道苏老板有没有胆量接下这笔全省重量级的订单？大家都看了吧，沈总给出的条件非常丰厚，这是咱们打入全省高端文创市场的最好机会。锦绣，这活咱们接不下来啊。咱们这合作社现在有28个女工，除去裁剪缝合的人手，能做这种精细打子绣的熟手，满打满算连15个人都不到。是啊，算上吃饭睡觉的时间，这点人手去赶2000个香囊，工期至少有3天的缺口。可是这笔单子是咱们打入省城市场的敲门砖，我舍不得放弃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这几个月的分红呢？把工资卡给我交出来！那是我自己加班熬夜赚的血汗钱，女儿的学费还要交，我凭什么给你拿去喝酒赌钱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我老婆！今天不把卡交出来，你信不信我天天堵在这儿，让你们这破地方做不成生意？刘强，你少在这里撒野！老娘们儿，你敢管我的闲事儿？你再敢动桂英一下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抓你！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
美兰姐，还没走呢。我算了一晚上，人手确实不够，我明天一早去回绝沈总吧。锦绣，别退单，这笔单子咱们能接下来。缺口至少3天，咱们拿什么接？工序拆分，村社联动，把裁剪、缝边、装香料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工序外包出去，分给周边3个村的留守妇女，咱们按件计费。那核心的刺绣部分呢？核心的打籽绣由咱们合作社最拔尖的12名骨干负责，我带头带着大家加班赶工。美兰姐，这是师傅当年送我的，他说手艺要用来做正事。大姐，缝边不能着急，针脚距必须保持一致。对，就这样穿过去，线头一定要藏在里面，不然磨皮肤也不美观。美兰阿姨，你看我绣的。绣的真好，比我第一次绣的强多了。当年师傅也是这么教我的。陈奶奶，您慢点儿，累了就歇会儿，不着急。好，好，你看大家多上心啊！巧手要是看到了，肯定高兴。姐妹们，今天辛苦大家了。核心的打籽绣部分，我们晚上加班赶，大家早点回家吃饭，明天一早再来。辛苦了，大壮，晚上留下加班，没问题吧？张桂英，你太不像话了！你太不像话了！天天往外跑，眼里还有这个家吗？赶紧跟我回去！刘强，你疯了！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刘强，你给我住手！老实说，这是我们家的家事儿，在村里闹事儿就不是家事。你再闹一步，我现在就让派出所来抓你！你给我等着！桂英姐，这伤疤是……这是以前他喝醉了弄的。为了女儿，我忍了这么久，没想到他现在连我的活路都要断了。别忍了，对付这种人，退让就是死路一条。昨晚他在门口辱骂威胁的那些话，我全偷偷录下来了。我还联系了村西头那2个以前也被他欺负过的妇女，她们都愿意出庭作证。美兰说的对，法治社会容不得这种地痞流氓猖狂。这是我专门从镇司法所请来的法律援助律师，今天咱们就教教他什么叫王法。张女士，您的遭遇完全符合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。我们不仅要起诉离婚，还要让他为昨晚的打砸行为付出法律代价。这绣工简直绝了！我听说了你们这2天遭遇的困难，在这么极端的重压下，还能保质保量，你们这股凝聚力让我彻底服了。这是1万个香囊的追加订单，这是30%的月付款，你们放心干。另外，我已经把锦绣合作社正式推荐给了县文旅局，作为指定文创基地。苏老板，你们的苏绣香囊在省城火遍省城。县里下个月要举办全省瞩目的桃花节，200套志愿者专属装5000份，贵宾伴手礼订单，县里决定全部交由你们锦绣合作所独家承办。希望你们用这门手艺做出咱们县亮眼的名片。姐妹们，县文旅局的单子咱们正式签下来了，太好了！200套衣服加上5000份伴手礼，这得是多大的一笔印象啊！咱们合作社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锦绣姐，我刚才算了一下，就算按最低的出厂价算，这笔单子的利润也足够咱们买5台最新的电动缝纫机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大伙儿现在就开工！别说是5000份，就算是1万份，咱们日夜倒班也能给它赶出来。产量我不担心，就愁设计。文旅局局长特意交代，
桃花节有外地游客，服装和伴手品必须有我县特色。咱们平时做的都是传统的旗袍和常服，要是拿去给年轻的志愿者穿，会不会显得太老气了？锦绣还在为桃花节的设计发愁呢。是啊，美兰姐，我把苏绣的图案加了上去，但怎么看怎么像中炒年合唱团的演出服，完全没有年轻人的朝气。锦绣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这次桃花节的设计工作就交给我来承担吧。美兰姐，你愿意做主设师？你忘了，当年我跟师傅学刺绣时，还偷偷报过现代服装设计班。咱们把桃花元素和苏绣结合，用莫兰迪粉真丝棉麻混纺做底衣，做不对称斜襟，肩绣用平针打紫绣绣桃花枝，传统又时尚。美兰姐，这设计太棒了，完全打破了咱们以前的死板印象。就按你说的办，这次桃花节的所有设计全部由你来拍板。我的亲娘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这花绣的就像是从衣服里长出来的一样，活灵活现的。这版型真绝了，穿上显得人特别精神。美兰，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咱们村的女人要是穿上这身，简直能上电视了。衣服只是一部分，你们看这伴手礼，我也采用了统一的设计理念。扇面上绣着咱们县桃花山的风景，香囊里装的是纯天然的桃花和艾草干花。这绝对能成爆款！我要马上发个短视频预热，这颜值绝对能吸引一大波外地游客。姐妹们，版型既然定来了，接下来就是一场硬仗，200套服装，5000份伴手礼，大家打起12分的精神，千万不能在质量上出半点岔子。真好看，咱们日夜赶工的心血全都值了。小姑娘，你们这身衣服真漂亮，是哪个大牌的高定吗？这不是什么外国大牌，这是咱们县锦绣合作社的阿姨们一针一线亲手绣的。纯手工苏绣，难怪这么精致。你们这衣服卖不卖？我也想买一套。大家排好队，不要挤。这是纯手工制作的桃花香囊，每人限口5个。这做工太精致了，我带回去送给单位的同事，他们肯定喜欢。快点买，刚才那边那个团扇都快没货了。锦绣，听得到吗？展台这边的伴手礼已经卖空了，5000份根本不够卖。桂英姐稳住，大壮已经开着小货车去合作社拉库存了，让大家排好队，10分钟后第2批货就到。老天爷啊，锦绣，咱们这次是真的在全县出大名了。您好，我是县电视台的记者。今天桃花节上，你们的志愿者服装和伴手礼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台领导看了现场的反馈，决定对您和您的合作社进行一次深度采访。深度采访？不仅如此，县台准备以你们合作社为原型，专门拍摄一部名为《一针一线绣幸福》的专题纪录片。这部纪录片拍完后，不仅会在县里播，还准备送到省电视台，在全省的黄金时段正式播出。家人们看到了吗？今天咱们合作社的门槛都要被踏通了，大家都是看了省台的纪录片，连夜开车过来买衣服的。小姑娘，电视上那款莫兰迪粉色的新中式外套还有吗？我可是开了3个小时的车专门找过来的，不管多少钱我都买。大姐，您别急，都有货，大家排好队，按顺序来，咱们合作社的衣服绝对保质保量。您这个身段穿咱们的收腰款最好看，现货如果卖完了，您可以留下地址，我们做好以后给您包邮进过去。大壮哥，怎么了？这批货有问题。这几件衣服的盘金线用的是便宜的尼龙线替代，而且针脚密度比规定少了1半。果然，手感发硬，而且有明显的跳线。这几件是谁负责的？去把王秀叫过来。锦绣姐，你找我啊？是不是我这批货做的特别快，要给我发奖金了？王秀，你自己看看这几件衣服，我给你们的培训手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
盘金绣必须用定制的针金线，1寸布必须走满28针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锦绣姐，这不是最近订单太多了吗？大家都催着要货。我看这尼龙线颜色也差不多，少缝几针，顾客也看不出来。我这不也是为了加快速度，给咱们合作社多赚钱吗？赚钱？你这叫砸合作社的招牌！那些远道而来的顾客是冲着咱们的信誉和手艺来的，你偷工减料，就是在骗人！锦绣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婆婆还病着，我太想多赶几件拿寄件提成了。家里有困难，合作社可以借钱给你治病，但这绝不是你糊弄顾客的理由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几件衣服因为偷工减料和使用劣质辅料，今天差点被打包发给客户。咱们合作社能有今天，靠的就是大家的良心。这要是发出去，顾客怎么看咱们？这种偷工减料的行为会毁掉合作社的信誉。高建军就是前车之鉴，咱们绝不能重蹈覆辙。从今天起，合作社实行最严格的质检制度，任何一件衣服只要有1针1线不合格，全部返烘重做。至于这批残次品的负责人王秀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锦绣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别赶我走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扣我工资都行，千万别开除我啊！锦绣，给他个改过的机会，毕竟他家确实困难。质量是咱们的根，更是对信咱们的顾客的交代。王秀家里的难处我清楚，已经预支了半年工资，但规矩不能破，扣你3个月奖金，留厂查看。以后美兰姐带你，咱们把手艺练扎实，一起把活干好。谢谢锦绣姐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，再也不糊弄了。姐妹们，咱们好不容易把锦绣这块牌子竖起来，市里刚给了咱们荣誉和拨款，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丝瑕疵毁了大家的希望。我希望每个人在拿起针线的时候，都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锦绣姐，外面来了好多人，好像是临县的人开着好几辆大巴车过来的。苏老板你好，我是临县的妇联主席，我们在电视上看了你们的纪录片，太受震撼了。今天我特意带着咱们县的50多个留守妇女来你们这里参观学习。您太客气了，欢迎大家来交流经验。锦绣，咱们县好多姐妹跟春花、桂英一样，有力气肯吃苦，就是没出路。你能不能帮帮我们，在临县也建一个这样的缝日合作社？主席，您放心，大家都是靠双手挣饭吃的姐妹，我们锦绣合作社绝不藏私，一定毫无保留的把经验教给大家。锦绣姐，咱们把技术都交给别人了，以后会不会抢了咱们自己的生意啊？小雨，咱们的眼光不能只盯着这1亩3分地，全国的市场那么大，光靠咱们这几10个人根本做不完。如果咱们能带着周边县城的姐妹一起干，把苏绣做成咱们这片土地的支柱产业，那才是真正的做大做强。好气魄，锦绣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心里就踏实了。春花姐、美兰姐，你们出来一下。春花姐、美兰姐，我想交给你们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。临县要成立新的缝日合作社，我打算派你们2个去指导技术和管理。锦绣，让我去教他们踩无人机没问题，可教管理，我怕我带不好头啊。春花姐，你是咱们合作社的第1任理事长，从无到有你都经历过，没有人比你更懂得留守妇女的难处，也没有人比你更知道怎么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了。锦绣，你放心交给我吧，刺绣这门手艺，师傅当年教给我，我就有责任把它传下去。我以前走过弯路，现在能用这门手艺去帮更多的人，也算是为我自己积德了。好，那这段时间临县的担子就交给你们了，不仅要教技术，还要帮他们把规矩立起来，严扒质量关。大家看仔细了，平针绣讲究的是起落平稳，针脚不能有丝毫似烹的特新些。没想到这绣花里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。姐妹们，技术是一方面，咱们工作社的规矩更重要。在这里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偷工减料，一旦发现质量不合格，必须全部返工重做。咱们得对得起顾客掏的每1分钱，绝不能砸了苏绣的招牌。苏老板，我们这第1批货质量还过关吧？大家都是按照赵老师和李理事长的要求，一针一线赶出来的。恭喜你们，这批货全部验收合格，
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，这批产品由我们锦绣合作社统一收购，贴上统一的防伪标签，负责统一销售。谢谢苏老板，有了你们的统一销售渠道，咱们县的姐妹们以后再也不用发愁做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了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只要质量硬，销路的问题交给我来解决，大家只管安心生产。春花姐下班啦！你上个月的分红和指导费加起来又破新高了，不请大家吃顿好的？请，必须请。等这个周末，我买只大土鸡，在院子里给大家炖鸡汤喝。大强，你怎么这个时候从城里回来了？工地上放假了？工地上结束了，这些年让你一个人扛家，对不住。以后搬货、开车、看仓库，啥活我都干。王老板，这都几点了？这批货是发往省城的大单，你们怎么还不开始往车上搬？春花妹子，这活今天没法干，你们现在5个县的货都从这儿走，我这几辆车连轴转，油价涨了，人工也贵，这运费每趟得再加500块，不然我们不装。王老板，咱们可是签了长期运输合同的，白纸黑字写着运费标准，你现在临时坐地起价，这不合规矩吧？规矩是人定的。苏老板，全镇就我这一个大车队，你们今天要是发不出货，违约金可比这几百块运费高多了。合同你爱去告就去告，反正今天不见现钱，我们一辆车都不动。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想讹钱门儿都没有。你算哪根葱？这里轮得到你说话？他是我男人，我们合作社不吃你这一套，赶紧开着你的车离开我们村。行，你们有种！我看你们这几百箱货，今天怎么长翅膀飞到省城去？锦绣姐，省城的客户催得很紧，要是今天下午还不发车，咱们不仅要赔钱，信誉也全毁了。苏老板，运费的事儿你们别发愁，我有大货车的 A2 驾驶证，这批货我借辆车给你们送。大强，你一个人怎么送得完？而且长期这么下去，咱们天天受物流的气也不是个办法呀。苏老板，咱们村在外面跑长途的汉子少说有10几个，现在媳妇们都在家门口赚了大钱，他们谁还愿意在外面飘着？只要你点头，我今天就打电话把他们全叫回来，咱们合作社组建自己的运输车队。好主意，物流命脉得握在自己手上。大强哥，我任命你当咱们合作社车队队长，现在就联系人，回来的工资绝不比城里差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办。媳妇儿下班了，赶紧洗手吃饭，今天炖了你最爱喝的鸡汤。大强，你以前回家可是连油瓶倒了都不服的，今天怎么转性了？春花，以前是我瞎了眼，觉得男人在外赚钱才是天。这次回来我才看到，你不仅把公婆照顾得好好的，还撑起了这个家，也撑起了咱们村的半边天。以后换我伺候你。你呀，就会说好听的。只要咱们一家人能整整齐齐的守在一块儿，比赚多少钱都强。媳妇儿，我回来了，以后再也不走了，给咱们合作社开车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苏老板，锦绣合作货专属物流车队今天正式成立。锦绣丫头，你这是给咱们村立了大功啊！不仅让女人们挺直了腰板，还把外面的游子全叫回来了。欢迎兄弟们回家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并肩作战。锦绣姐，春花姐，装不下了，彻底装不下了。明天临县还有3批货要运过来，咱们这个院子连一辆小推车都进不来了，这可咋办？生意太好也是个麻烦事儿。咱们这老裁缝铺的底子实在是撑不起这么大的盘子了。春花姐，修修补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咱们必须建一个真正的大型现代化工厂。建新厂？锦绣，建新厂那得要一大片地，还得盖厂房，那得多少钱啊？咱们账上的流动资金全压在布料上了。资金不用愁，县里之前批的那50万无息创业贷款已经到账了，只要咱们能找到合适的地皮，新工厂就能马上破土动工。老支书，合作社的场地彻底爆了，村里有没有能盖大厂房的地皮？最好面积大一点，交通要方便。锦绣，你来的正好，
村南头那个废弃老砖窑厂，30亩地正好。村委会明天就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，只要大家同意，我立刻跑镇里办审批手续。这块地太完美了，我要在这个新工厂的最核心位置建陈巧手纪念馆。乡亲们，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咱们村的锦绣缝制合作社新厂房正式破土动工了。我看着陈小手一辈子，现在看着你们把他的手艺发扬光大，我高兴。这新厂房能盖起来，离不开县农商行批的80万低息创业贷款，更离不开咱们全村所有人的付出。短短1个星期，大家伙硬是凑齐了这20万的启动资金。谢谢乡亲们，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。100万的建设资金，每一分都是大家的心血和盼头。到那时候，咱们不仅能接更多的订单，还能让村里更多的姐妹在家门口安稳挣钱。按照章程，大家都是合作社的股东，年底一起分红。锦绣说的对，咱们以后的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。锦绣姐，外面来了位省城服装公司的客人，说是省城大服装公司的老板，特意来找你的。省城的服装公司，快请人家进来。苏老板你好，我是省城云商服饰集团的业务副总，我姓秦，早就听说你们锦绣合作社的手工苏绣做工一绝，今天冒昧来访，希望能和你谈一笔大合作。秦总您客气了，快请坐。不知道我们这小小的乡村合作社有什么能帮到云商集团的？苏老板太谦虚了，你们桃花节的服装在全省文旅圈都传开了，我们想跟你们合作，开发融合现代剪裁和纯手工苏绣的高端系列，打进北上广顶级商场。秦总，能和贵公司合作开发新中式，打进声线城市，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但高端商场对产能和工艺标准要求极高，我们全是纯手工刺绣，恐怕赶不上流水线的交货速度。苏老板的担忧很专业，这正是我要跟你谈的重点。为了保证产能和利润，我建议大面积底纹用先进电脑机绣，只在领口、袖口等关键部位保留纯手工苏绣，这样既能大幅缩短工期，又能保住新中式招牌，是双赢。秦总，这个方案我不能接受。苏老板，这可是目前行业内效率最高的做法，利润空间非常可观。你不再考虑考虑？我们合作社的立身之本就是纯正手工，如果为了追求产量和利润，把大部分刺绣换成机器生产，那我们不仅是砸了我们锦绣的招牌，更是辜负了老祖宗传下来的匠心。秦总，我以前就走过急庸进益的弯路，为赚快钱搞流水线，做出来的东西没灵魂，根本站不住脚。我们这根针绣的是温度和故事，机器永远绣不出这份灵气。好，说得好。苏老板，你对底线的坚守，恰恰证明了我今天没有找错人。既然要做，我们就做真正的高端精品线，产量可以放慢，但品质必须达到极致。我明天就派5位资深设计师过来驻点配合。秦总，一言为定，锦绣合作社绝对不会让你们的品牌蒙尘。姐妹们，咱们正式和省城的服装公司达成合作了，以后咱们做的衣服就要挂在北京、上海最大的商场里卖了。我的乖乖，北京、上海啊，那得是多大城市？锦绣，人家大城市的要求肯定特别严吧？咱们平时做的都是些老款式，能入得了人家大老板的眼吗？春花姐说到点子上了，这次合作对咱们来说是机遇，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。秦总跟我说了，传统的手工苏绣虽然精美，但目前已经跟不上现代的审美需求了。锦绣，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总不能让大伙儿现去学那些洋气的服装设计吧？秦总他们公司明天就会派5位专业的高级服装设计师入驻咱们合作社，我们要在传统刺绣手艺的基础上，跟着这些设计师学习现代审美的融合。锦绣啊，咱们只会绣那些老花样，年纪大了能学得会吗？是啊，锦绣，要是咱们绣出来的东西人家不满意，那可咋整？姐妹们，咱们连高建军的阴谋、物流封锁、资金婆绝都挺过来了，还怕学新东西？咱们不仅要学，还要学好，让全中国知道咱们乡村冯氏娘的衣服有老祖宗的底蕴，更能走在时代前沿。周总监，
路上辛苦了，热烈欢迎云商服饰的设计师团队入驻咱们合作社。苏老板客气了，这是秦总特意挑选的5人设计团队。锦绣，城里人做衣服的家伙事儿，看着咋跟咱们的皮尺剪刀不一样啊？各位大姐，传统平裁虽有优势，但不符合现代人的修身需求。我们要引入立裁，在人台上用白胚布捏叠抽褶，所有色道匀量必须精确到毫米，差一点版型就不对。周老师，照你这么说，做一件衣服就得浪费大半天。我们以前做衣裳，直接下剪子，一天能出好几件。搞这些花里胡哨的，不是纯属浪费时间吗？大家说是不是？就是啊，咱们的手艺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现在非得套在这硬邦邦的假人身上量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下针了。张主管，追求速度只能做普通量产款，达不到高端市场要求。我们做的是北上广高端商场的服装，客户花上万块买的就是极致贴合度，版型做不好，刺绣再精美也白搭。春花姐，你听听那个周凯说话有多冲，一口一个我们做的达不到要求，咱们起早贪黑干了这么久，倒成外行的了。说实话，我也听不懂那些图纸上的洋文，什么死道破缝，这跟咱们以前学的东西完全两码事儿。我是真觉得这脑子转不过弯来。怎么，遇到点新东西就想打退堂鼓了？锦绣，不是我们不肯干，是这套城里的规矩，咱们真不习惯。桂英姐、春花姐，咱们不能永远只在县城打转，要把陈巧手的招牌挂去大城市。就得脱胎换骨，大家觉得难没关系，我带头跟你们一起学，白天培训，晚上开小灶，1毫米1毫米抠，咱们绝不掉退。锦绣说的对，桂英，咱们当初怎么熬过来的？这点困难算什么？我陪你们一起练立体前在。周总监，如果按照现在的收腰设计，这里的布料张力太大，一旦加上我们的大面积苏绣，就会破坏了裙子原有的飘逸感。苏老板眼光很准，这确实是传统刺绣和现代面料结合的痛点，但如果减少刺绣面积，又体现不出咱们新中式的特色。能不能改变刺绣的位置和针法？我们把大面积的平针绣底改成局部的渐变打子绣，只在领口和裙摆的边缘做点缀。好主意，这样既保留死针面料的垂垂感。这种融合既有东方的婉约，又有国际大牌的极简感。苏老板、赵老师，你们给了我巨大的惊喜。锦绣姐，销售数据出来了，咱们的高定旗袍在北上高端商场一售而空，单件售价上万，而且订单已经排到明年6月了。姐妹们，咱们做到了。这300多道工序的苦，咱们没白吃。今年是咱们合作社1年中最忙，也是收获最大的一年。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，我全都记在心里。所以我宣布，今年年底拿出纯利润给大家进行表现最突出的骨干，最高可获得5万元的分红奖励。锦绣，谢谢你带咱们过上了好日子。不是大家用手里的针线绣出了咱们自己的锦绣前程。大家做好准备，明天咱们召开年终分红大会，为大家发放年终奖励。家人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咱们锦绣合作社今年的成果。今天可是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的第1次年导分红大会，马上就要发放奖励啦！咱们今年真的能分到奖励吗？我这心里扑通扑通直跳，总觉得像做梦一样。这一年，咱们从一间快要倒闭的老裁缝铺一步步走到今天。废话不多说，和咱们之前的约定，今天发放分红奖励。学徒小青3个月，负责基础锁边和熨烫，年底分红8000元。锦绣姐，我才来3个月，我也能分8000块钱。好妹妹，这是你凭本事挣来的。赵美兰，合作社首席刺绣指导，负责高端线设计与核心打子绣公关，年底分红8000元。今天拿这笔钱，我心里踏实。这每一笔收入都是干干净净、堂堂正正的血汗钱。咱们手艺人只要走正道，照样能过上好日子。李春花，合作社第1任理事长，统筹全场生产，没日没夜扎根车间，年底分红5万2万元。锦绣，这也太多了，我不能拿这么多。春花姐，你不仅撑起了这个场子，你还带着村里上百个留守妇女找到了活路。收下，拿着这笔钱，挺起腰杆，回家好好过个肥年。老板，这台带升降和扣背调节的电动轮椅我要了。春花，这轮椅得好几千块钱吧？咱娘那台手推的旧轮椅，修还能凑合用。怎么凑合？娘这辈子为了这个家，腿都累出毛病了。以前咱们没条件，现在我有钱了。今天必须给我婆婆换最好的电动轮椅。好嘞，大妹子，你可真是个大孝媳，我这就给你试车。春花啊，你这是干啥？这么贵的东西，得花多少冤枉钱啊！娘，
这电动轮椅操作简单，您自己就能操控出门，不用再等人推了。娘，这是春花用合作社的年底分红给您买的，您就安心享良福吧。奶奶有新车了，奶奶有新车了。大宝、小丫，你不是一直想学画画吗？娘今天去镇上给你们俩一人报了一个全年的兴趣班，过了年你们就去学。真的吗？谢谢娘，娘你太厉害了。大强，花完还剩4万多，我都存起来了，明年接着好好干，攒够10万就盖2层小楼。媳妇儿，听你的，咱们家以后的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。锦绣，这一杯我们敬你，要是没有你带着咱们现在还在地里刨食呢。春花姐，敬咱们自己，敬咱们这双不认命的手。巧手妹子要是能看到这些孩子们，该多高兴啊！这手艺没断，这心气儿也没散，我这辈子值了。锦绣，这厂房盖得真气派，看着就像个做大生意的地方。这不仅仅是厂房，这是咱们在村里扎下的根。大伙都离远点儿，我要点火了！锦绣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地方。这是陈巧手纪念馆，我专门留下的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，手艺的根不能断。奶奶如果看到咱们今天，肯定会特别高兴。今天除了搬进新厂，还有一件大事要告诉大家。还有啥大事啊，锦绣？从今天起，合作社49%的集体经营性股份，按照工龄、技术贡献和劳动时长量化分配给全体社员。锦绣，你没跟咱们开玩笑吧？这股份咱们也能拿？千真万确，这合同大家一会儿就签字，谁跟我流汗，谁就能分到这份红利。大家都是厂子的一份子。锦绣，你这是要把咱们的心全留在厂里啊？这世道哪有带头人愿意把好处都分给姐妹们的？还有件事儿，我琢磨了快1个月，今天当着大伙儿的面定下来，我正式提名李春花当咱们合作社的新任理事长，以后厂里的事儿全交给春花姐牵头。哎，锦绣你可别瞎说，我哪行啊？我连自己家的账都算不明白，哪能管这么大一个厂子？到时候把事儿办砸了，我怎么对得起大伙儿？春花姐，每次你都第一个顶班，把自己的活儿往后推，你心里装着每一个姐妹，比我更懂大家的难处，也比我更能凝聚人心。这理事长的位置，没人比你更合适。我同意，春花姐当理事长，我第一个服。我也服，春花姐当理事长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既然大伙儿都信我，那我李春花就拼了这条命，把日子过得更红火。我以后就退到后面，专心管苏绣设计和传承学院的事。咱们刚批下来的培训班马上要开学了，我想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带徒弟上。小朋友们安静啦！今天第1节课，我们先学最基础的穿针和打结哦。谁学得最快，老师就奖励1朵小红花。妈妈还说刺绣不好玩，明明这么有意思。你这丫头，放学不回家写作业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赶紧跟我回去！妈妈，我不想写作业，我想学刺绣。我看你和锦绣阿姨绣的桃花可好看了，我也想绣1朵给你。不行，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读书，学刺绣多费眼睛啊！等你长大了再说。春花姐，咱们办这个学院不就是为让更多孩子喜欢苏绣吗？锦绣，你不知道，这丫头坐不住3分钟，学什么都是3分钟热度。到时候学2天就不学了，还耽误你们上课。让他留下试试吧，每天放学后来学1个小时，不耽误上课。我来教他。美兰姐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你每天还要管高端线的刺绣，已经够忙的了。不忙，我这辈子没教过徒弟，师傅当年教我的那些东西，总不能烂在我肚子里。朵朵，愿意跟我学刺绣吗？我愿意，谢谢美兰阿姨，我一定好好学，绝不偷懒。那好吧，就麻烦你了，美兰姐。要是他不听话，你就尽管说他。放心吧，学刺绣第1步要学穿针，把线的一头捻得细细的，慢慢穿过针孔，然后在尾巴上打个结。你看，就像这样。陈奶奶，你快看我绣的桃花，我第1次绣桃花哦。哎呦，我们朵朵这么厉害呀！快给奶奶瞧瞧。真好，比你美兰阿姨第1次绣的好看多了，也比你锦绣阿姨第1次绣的好看。当年他们俩第1次绣桃花，针脚歪得像小虫子爬呢。真的吗？那我以后还要绣更多更好看的花，绣桃花、绣荷花、绣牡丹花，都绣给陈奶奶看。好，奶奶等着，等着我们朵朵绣出全世界最好看的花。